位同学，我们在第5个 part 介绍了力转换跟傅立叶转换之间的关系，也看到了常见的 time domain 跟 frequency domain 常见的形式存在的形式。在这个 part 我们要介绍傅立叶转换它的一些对称性。好，那它对称性是什么呢？我们赶快来看下去吧。那我们一开始先看这个表，主要是我们在这个 part 我们要介绍所谓对称性，是说假设我们在虚线的左边是时域部分，虚线的右边是频率的部分。好，我们要探讨说，如果在时域部分，如果这个信号如果它是个 real 的话，啊，就是实数的话，或者说这个讯号它有虚部部分，就是 SI of n。好，然后分别是说，假设它是实部部分的时候，它实部又分成它是一个这个实部讯号是一个 even function 或是一个 odd function，好，是一个偶函数或奇函数。好，相对举个例子，假设 S of n 是个只有实数讯号，就是只有 SR of n， 而且这个实数讯号它又是个 even function 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说它线头是指向，好，频率部分的话是指向右下角，看到它指向右下角是虚部分，而且是 odd， 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这个讯号 S of n 如果它是个实数讯号，而且它是个 odd function， 好，就可以对照说它经过傅立叶转换之后，它的傅立叶转换的结果是怎么样？是只有虚部部分，只有 SI omega， 好，而且那个 SI omega 也是个奇函数，好，所以从这表就可以去对照说，time domain是怎么样，这个 frequency domain 应该会变成怎么样？好，它对称性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下，举1-2个例子来说明。好，所以在说明之前，我们先来表示 S of n。那 S of n 可以用它的实部跟它的虚部来表示，也就是实部是 SR of n， 那虚部是 SI of n。那傅立叶转换 S omega 一样可以用它实部分就是 SR omega 跟 SI omega 来表示。好，那我们知道这个 SR omega 我们基本上就是用傅立叶转换的公式带进去，就是这个式子嘛。然后 SI omega 就是这个式子。好，我们直接把 S of n 带傅立叶转换式子，然后再把它拆开，就可以分别得到傅立叶转换的实部跟虚部。好，那透过这样的式子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探讨，分别如果 S of n 是只有实部或只有虚部，或实部部分它是偶函数或奇函数，它分别对应到傅立叶转换会是怎么样的结果？好，那我们先来看，如果当 S of n 如果是实数的时候，也就是说这个 SR of n 基本上就是 S of n 嘛，因为 SI of n 就是等于0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那个傅立叶转换 SR omega 就直接把 SI 那部分直接消去掉，也就是说 SR omega 就等于这个式子。好，那我们来看，因为 cosine omega n，cosine 是个偶函数嘛，好，所以基本上我们这边特别注意，然后这个 SI omega 好，经过这个 S of n 是实数部分带进去之后，最后也得到是一个S of n 乘上 sin omega n， 然后这个 sin omega n 是个奇函数。好，分别得到说傅立叶转换它的实部部分跟虚部分分别是长这样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探讨说，如果当 S of n 如果是实数且是偶函数，好，因为我们刚才知道 SR omega 是这个东西嘛，好，那因为我们这边为什么要写成这式子？因为我们刚才讲 cosine omega n 是个偶函数，好，而且 S of n 又是个偶函数，好，所以两个偶函数跟两个偶函数相乘会是个偶函数嘛。既然是偶函数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怎么样？中间的 S of 0，好，独立出来，然后左右边因为对称，所以变成2倍的单边。好，所以这边为什么写成 S of 0？就中间那一点加上2倍的 sigma n 从1到无穷大 S of n 乘上 cosine omega n。为什么要2？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把 n 从负1到负无穷大的加到单边来，也就是加到 n 从1到无穷大，好，把它乘2倍，因为这整个结果是个偶函数嘛，好，所以这边同学看到是 cosine 是偶函数，偶函数意思是说它对这个西塔连0的时候，左边右边对称嘛，好，这是偶函数的定义。好，那接下来看，如果是 S of n 如果也是实数，也是偶函数，我们来看它的虚部分，因为我们知道 SI omega 它是这个式子，然后因为 sin 它是个奇函数，好，所以奇乘上偶也是个奇嘛，所以全部加起来就会等于0，好，因为 sin 方程它是个奇函数，奇函数的定义就是它会左右边怎么样会差个负号，好，所以整个最后结果，当如果 S of n 如果是实数，而且它是偶函数的话，
最后傅立叶转换结果只会剩下实部部分，就是剩下 SR omega。好 ，SR omega。好，那如果我们讨论，如果 S of n 如果纯虚数，代表 SR 是0，好，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实际讯号 SR of n 是0，那它的 SR omega 跟 SI omega 分别就可以个公式直接带进去，好，可以看到说我们这个求的结果是，这个当 SR of n等于0的时候，可以得到傅立叶转换 SR omega 得到这式子，然后这边 sin 是奇函数，好，那 SI omega 一样可以得到这式子，那这边看到 cosine omega n 是偶函数。好，如果这边来讨论一下，因为这两个式子都 SR omega 跟 SI omega 都有 SI of n 嘛，所以我们在探讨说，如果情况一，如果 SI 是奇函数的时候，可以看到，或者是 SI 是偶函数的时候，来看看分别来看傅立叶转换，好是怎么样的情况。或情况一 ，SI 是奇函数，好，代表 SI of n 等于负的 SI of 负 n， 也就是说 SI of 0是0嘛，好，所以它的傅立叶转换的实部分，好，把它带进去之后可以看到，因为 sin 是奇嘛，然后 SI 又是奇，那奇乘上奇会怎样变成偶？啊，变成偶的时候可以变成这样，把中间那项 SI of 0提出来，加上两倍乘上单边，那因为我们刚才上面知道 SI of 0是0嘛，所以 SI of 0就消掉，这结果等于怎么样？这个2倍的 SI of n 乘上 sin omega n。啊，接下来看傅立叶转换的 SI omega 部分。好，因为这边 cosine 是怎么样？是偶，那 SI 是奇，那奇偶就是怎么样？奇嘛，所以全部加起来会是0。好，所以当 S of n 如果是实数，而且是怎么样？如果当这个例子是说 SI 如果是奇函数的时候，好，会得到这个结果。好，情况2，如果 SI 是偶函数，偶函数就是代表这个条件存在嘛。那我们刚才知道 sin 是 omega n 是奇，那 SI 是偶，奇偶就是奇嘛，所以相加等于0。那 SI 呢一样，这个 cosine 是偶，然后这个 SI omega n SI of n 是偶，所以偶是变成偶嘛，一样变成中间项加上两倍乘上单边。啊，这边 SI of 0不能消掉，因为怎么样？因为这个 SI of n 是偶函数哈，所以 SI of 0不会是0。好，那最后再用这表来看一下，我们刚才挑2个例子来说明。好，就是说，假设这个 S of n 如果是实数的话，而且它是even function的话，就看到说它对应到频率的话怎么样？只会有 SR omega， 而且 SR omega 会是even function。好，所以通过这表就可以去整理刚才的东西。然后至于怎么证明，就像我刚才的方式去说明。好，刚才为什么会有这个图形的结果？各位同学，在这个 part 当中，我们知道了透过了傅立叶转换，得到它的一些对称性，分别讨论它在胎头面它是实数或是它是虚数，而且分别是 even function 或是 odd function 来探讨傅立叶转换它是个别是只有实部还是只有虚部，那分别实部虚部各自是 even 还是 odd function 做这样的探讨。那在下一个 part 我们即将介绍下一个概念，那我们赶快来看下去吧。